Sony 的年度旗舰手机 Xperia One 系列也是来到了第7代。那在马来西亚这里呢，原本是要在7月中开卖，结果碰上了一些风波，就推迟到了8月尾，售价呢为6499令吉。而在我手上这一台呢，就是那批风波之后的版本。虽然我不是 Sony Xperia 手机的用户，可是在我心里 ，Sony 这个品牌呢，一直有一种很固执的坚持。明明在日本本土的销量连续下滑，但他们还是默默的把一台又一台 Xperia 手机做出来。所以我就很好奇，到底是什么让索尼还愿意继续坚持？而这次拿到 Xperia One Mark 7，我最想搞懂的就是这件事情。Xperia One Mark 7呢，这次还是没有 4K 或者21:9的比例的荧幕。那老实说，我觉得索尼大概率也不打算回去这样的规格。但有趣的是，这一代的 Xperia 把索尼各个部门的技术都塞了进来。你能想到的那些像是 Bravia 的显示技术、Walkman 的音讯调教，还有 Alpha 相机的影像系统，全部都整合在这台手机里面，就有点像索尼想告诉大家，我们还是那个做影像、做声音、做设计的索尼，只是在软体这一部分呢就不太好说。那这次也加入了新的 Xperia Intelligent AI 系统，整合了 Bravia、Walkman、Alpha 3大技术，让荧幕显示、音讯体验、录影表现、相机表现呢都有明显的提升。整体上，它是延续了上一代的基础去做个微调，像是超广角镜头的感光元件的升级，画素面积也变大了2倍，夜拍的细节呢会更加稳定。外形设计呢就不用多说，索尼呢还是那个很有自己风格的索尼，方方正正、利利落落、干干净净，一眼就认出这是一台 Xperia One 的手机。机身采用铝合金边框，前面是康宁大猩猩 Vitus 2玻璃，背面则是采用康宁 Vitus 玻璃，在防刮和耐摔的表现呢都算不错。那实际拿在手上，那种冷金属的触感呢真的很到位，而且防滑表面也几乎不太会留下指纹，支援 IP65、IP68 防尘防水功能。配色方面，这次除了黑色和绿色之外，还有那个经典的索尼紫，而在我手上呢就是个黑色的版本。那机身厚度呢为 8.2mm， 重量呢为197克。那对比一下几个主流的旗舰，像是 Galaxy S25 Ultra 同样是 8.2mm， 但重量高达218克。iPhone 17 Pro Max 只是 8.8mm 和233克，黑色10 Pro 呢只是 8.5mm 和207克。那索尼是里面唯一一台呢不到200克的旗舰，拿起来真的很轻盈。不过如果你有上一代，这代呢是比 Xperia One Mark 6稍微重了5克，但整体的手感呢还是维持那个修长的比例，单手操作呢依旧没有问题。背盖采用带有细致颗粒触感的雾面玻璃，配合同色系的立体条纹金属边框，整体的视觉感和触感呢是蛮一致的。右侧呢则是集合音量键，带有指纹辨识的电源键，还有那个索尼招牌的实体快门键，支援半按对焦、长按开相机。而那种手感呢是真的只有 Xperia 的粉丝才能知道，但我感觉那个快门键是有点松松的，指纹辨识的速度呢也相当的迅速。然后讲一下包装，这代的 Xperia One Mark 7呢，算是把环保精神发挥到了极致。外盒是用回收纸做的，里面只有手机和薄薄一张的保护说明。没错，没有充电器，也没有输出线，甚至比 Apple 还要来得干净。而且如果你想问有没有附送 SIM 卡针，答案是没有的。不过 Sony 一样保留了他们经典的免工具取卡设计，底部的那个 SIM 卡槽呢，用手指一抠就能打开，支援双卡双待，或者你也可以把第二张的 SIM 换成 microSD card， 最高支援到2TB 的扩充容量。那这样的配置呢，在现在的旗舰手机里面是真的越来越少见。那 Sony 就是其中一台还可以做得到。那荧幕部分 ，Xperia One Mark 7呢，采用6.5寸 LTPO OLED 面板，支援120Hz 更新率 HDR 和 BT2020 广色域。那这一代依旧延续了 Full HD Plus 的规格，比例呢为19:5，荧幕占比大约是86.5%。那虽然也取消了 4K， 还有经典的21:9比例，但 Sony 把显示品质重新调教，加入自家最新的 Bravia 显示技术。简单来说，这块荧幕在细节、色彩、对比度的表现呢，都尽量贴近 Bravia 电视的观感。再加上内建的 AI 会根据环境光线自动调整亮度、色域和色温，让画面呢在不同环境下都能保持自然和鲜明的点视。另外，这代呢还加入了全新的强光影像增强模式，透过双光源感应器能够及时侦测环境亮度，再配合 AI 自动调整色彩，让 Xperia One Mark 7的荧幕在户外强光下依旧清晰可见，亮度相比上一代提升了超过20%，即使在大太阳下也能看见光鲜亮丽的画面。整体来说，这块荧幕呢不只是看起来细腻，无论是浏览文字、相片还是影片，它的效果呢都十分的出色，长时间使用呢也相当的舒适，感觉犹如随身带了个Bravia电视一样，可以随时随地欣赏到
出色和细腻的画面效果。相机部分呢，依旧是 Sony 的主场 ，Xperia 1 Mark VII 呢完整展示了 Powered by Alpha 的影像实力。那这次呢，依旧采用了3镜头组合，主镜头呢为48 megapixels， 支援24mm 广角，采用1.35分1寸的感光元件。前望式长焦镜头为12 megapixels， 支援3.5倍到7.1倍的连续光学变焦，最高可以达到170mm 的等效焦距。超广角镜头则是升级到了48 megapixels， 感光元件呢也升级到了1.56分1寸，比上一代呢大约提升了2.1倍。简单讲，这一代主要的升级呢就是超广角镜头，其他镜头则是维持上一代的水准。而录影方面，支援最高 4K 120fps HDR 的拍摄，并具备5轴防手帧，再加上全新的 AI Camera Work 和 Auto Framing 自动构图功能。其中 AI Camera Work 是这一代新增的智慧防震系统，开启之后它会自动检测并追踪主体，即使边走边拍，也能让影片呢稳定到像用了个稳定器一样。那这个模式呢，目前只是支援主镜头和超广角拍摄，影片解析度呢只是为 1080p 30fps。那简单来说，这个就是为了手持录影边拍边移动的情景而设计。至于 Auto Framing 的自动取景功能，它会在原片的基础上自动裁剪出主体画面，同时输出2段画面，一段呢是完整的画面，最高可以支援到 4K 的画质，另一段呢则是特写镜头，最高可以支援到 1080p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拍一次就能同时得到广角加上特写的2个版本。当你在拍摄的时候，界面中也能看到一个白框，那个就是系统自动裁剪的特写范围，而且可以自由选择横向和纵向录影。那在整体的实际拍摄体验当中， Xperia 1 Mark VII 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画面层次的非常的饱满，色彩呢非常的自然，对比适中，不会有过度的锐化。在白天光线充足的环境下，整体细节表现得非常的清晰。夜拍的时候呢，只是能有效的控制噪点，导入更多的暗部层次和色彩，画面看起来呢很干净。再来就是这颗潜望式的长焦镜头，从3.5倍到7.1倍之间的连续光学变焦呢，会出现切换镜头时的跳接感，切换过程呢也能明显感觉到镜头在运作。录影方面 ，Xperia 1 Mark VII 的 4K 120fps HDR 表现呢，依旧是顶级的水准之一。它色彩层次的饱满，动态范围呢非常的广，搭配5轴防手帧，即使你手持拍摄，画面呢也能保持稳定。搭配索尼一贯自然的色彩调教，整体的拍摄体验呢，就像在操作一台真正的相机。那前镜头呢为12 megapixels， 同样支援 4K 60fps 拍摄。那整体而言，这代的主要升级呢，就在于超广角镜头和感光元件尺寸的升级，加上更成熟的 AI 功能，让整体影像和录影体验呢更接近专业相机的水准。那接下来我也会附上一些实拍样张，让大家看看它在不同场景下的实际表现。那有了 Bravia， 有了 Alpha， 怎么还能更少呢？那接下来就是暴露年龄的事情。Walkman 技术，我相信很多人对 Sony 音箱产品有认识的人，多多少少都知道 Sony Walkman。And yes， 除了 Bravia 和 Alpha， 这一代 Xperia 1 Mark VII 就加入了 Walkman 高品质声音技术。Sony 为它搭载了和 Walkman 播放器同等级的音讯元件，包括高音质电阻和高纯度的焊料，确保声音从源头就能保持纯净和通透。整体会在70到400赫兹的音讯之间，音压提升了大概10%，它的低频呢更加的厚实，中频呢也会更加的稳定。听起来呢不只是响亮，而是让人感觉到惊艳。那 AI 也是在这里发挥作用。Sony Xperia 1 Mark VII 呢会
会用 AI 及时分析音轨，让 Spotify 和 YouTube Music 这类的串流音源也能听出 Hi-Res 层次。那当然，要真正感受到这一份音质，还是要用到有线耳机。因此 ，Sony XPR187呢依旧保留了未来科技的 3.5mm 耳机孔，外放部分只是采用了前置双喇叭。开启 Dolby Sound 之后，整体的临场感呢会更强，声音层次呢会更加的分明，听起来要相当的舒服。我觉得它的声音表现呢是蛮有临场感的。那我个人呢很喜欢它的声音表现，那种纯粹、真实、饱满的声音。在效能方面 ，XPR187这次搭载的是高通最顶的 Snapdragon 8 Elite 晶片，搭配 12GB RAM， 而某一些的版本呢只是提供 256GB 的储存空间。那虽然它支援最高 2TB 的 microSD 扩充，那对于一款旗舰手机来说呢，256GB 呢真的会略显不足。系统预载呢就占据一部分的空间，在安装几款大型游戏过后，可以用的容量呢就不多了。若是能带来 512GB 的版本呢，会更理想。而在 Geekbench 6的跑分中 ，CPU 的单核成绩和多核成绩都达到了旗舰的水准，整体表现的都非常强劲。而在实际的游戏体验方面，像是王者荣耀可以在最高画质下稳稳跑满60帧，和平精英在顺畅画质下可以达到90帧，其他画质设定呢也能支援60帧。那我连续玩了和平精英2个小时，耗电大约是38%左右，表现的相当的不错，整体呢也相当的顺畅，帧率稳定，没有明显的掉帧或者过热的问题。这得归功于这代升级的散热设计，除了石墨烯散热模组之外，这代呢加入了 VC 均热板，可以大幅改善前代容易发热的问题。在一般使用的情况下，机身摸起来只是微温，就算玩游戏的时候，温度呢也没有明显的上升，整体呢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，不会影响手感，也不会掉帧。电池部分只是内建的5000毫安时，支援30W的有线充电，15W无线充电和反向无线充电。那实测从28%充到100%呢，需要1个小时26分钟，这个速度呢属于中规中矩的表现。那 Sony 官方表示 ，Sony XPR187的续航在一般使用的场景之下，续航最长可以达到2天。那以我的实际体验来看，从早上出门一路使用到晚上刷社群、看影片、玩游戏过后呢，依旧还有电量。若是以社群为主的轻度使用，确实能撑到第2天晚上才需要充电。此外，震动马达的回馈手感也相当的出色，每一次的震动都能感受到直觉的触觉回应。另外 ，XPR187的出厂预载了 Android 15，提供4次的 Android 系统更新和6年的安全性更新，并保证电池在正常使用下4年后仍可维持88%的容量，延长了整体的使用寿命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代还全面支援了谷歌 Gemini AI 助理，可以使用 Circle to Search 等功能。那总的来说 ，Sony XPR187延续了经典的 Xperia 设计语言，修长比例、方正线条、辨识度十足。
同时，紫色的回归让不少的索尼粉丝感到一丝的怀旧和兴奋。不了 One More 7的手感呢，依旧非常的舒适，拿在手上呢非常的舒服，单手操作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，系统呢也非常的干净，没有广告，也没有太多第三方的软件，荧幕表现的优秀，喇叭音质呢也超出预期，而且还保留了 3.5mm 耳机孔和 Micro SD 卡槽。在如今的旗舰机里面，这已经是奢侈品级的配置了。新增的 AI 录影辅助和自动取景功能呢，让拍照和录影的体验呢都更进一步。再加上 Walkman 的高音质技术，让整体多媒体体验呢达到了新的高度。而它那份原始、真实的相机色彩呢，也依旧让人着迷。其实，它不只是为了专业创作者而设计，它也更适合追求音质、爱用高阶耳机的音乐爱好者，喜欢原生 Android 体验的用户，注重续航、想要长期使用同一只手机的人，或者坚持要有 Micro SD 和 3.5mm 耳机孔的使用者。当然，以它的定价6499令吉来看 ，Xperia One More 7的确不是一款人人都能轻松入手的手机。在这个价格带里边，它的对手呢不少，竞争呢也相当的激烈。但我相信，喜欢 Sony、真正了解 Sony、喜欢那一份纯粹和专业的人来说，还是会为它买单。所以 Sony Xperia One More 7就这样 ，See you when I see you。